对不想回家的保家老宋头又出手了。不过老宋头今天出手的对象不是瑞宝和辉宝，而是爱宝。今天下班点到了，此时爱宝正和辉宝在小亭子上玩耍，瑞宝这里独自在小木床上躺着吃竹子。瑞宝此时的状态舒服的太不像话了，实在不行给瑞宝送学校去了。这时老宋头来到园区，打开房门喊瑞宝辉宝回家吃饭。此时听到门响的辉宝和爱宝也不打闹了，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默契的很。老宋头走进园区拍了拍手，这时先被吸引过来的是小滑梯上的辉宝。辉宝走过来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看到老宋头关上了他的房门，辉宝一个急转弯就跑向了自己的通道。而这时的瑞宝此时翻了一个180度的跟头，从小床上翻了下来。瑞宝现在比辉宝都会整活了。瑞宝下床后和辉宝一样，都没有过多的犹豫，都是径直走向了通道门口。老宋头看着瑞宝辉宝都回家了，爱宝这里还在犹豫，老宋头根本不给爱宝犹豫的机会。老宋头直接带着自己的诚意走到爱宝的面前，将一块清甜可口的小苹果摆在了爱宝的面前。爱宝看到后立马就走了过来，看来大熊猫的近视是选择性近视，对于胡萝卜爱宝但对于小苹果爱宝从来不近视。而这时的老宋头就蹲坐在门口看着爱宝，直到看到爱宝向自己走来，自己才走回房间。同时爱宝也走回了家，最后园区就只剩乐宝了。乐宝还在等待着老宋头会像对待爱宝一样给自己哄回家。老宋头也没让乐宝失望，老宋头站在通道门口呼喊着乐宝，表示爱宝已经在房间等乐宝了。乐宝哪能受得了老宋头的这句话，直接就从小木架上下来了。园区里一棵不起眼的蕨类植物，却是江爷爷用心挑选过的观景植物。江爷爷对其惟妙惟肖的介绍，听得其他饲养员们云里雾里的，虽然听不懂，但感觉很厉害。江爷爷说他现在这黄不拉几的样子，是因为它还没长成，只需要等到明年5月份，它们就会变得很大。江爷爷还讲到它的其中一个部位就是韩国人喜欢喝的玉竹茶，将其风干后就可以泡水喝了。但江爷爷让他们不要有这个念头。江爷爷选的植物每一颗都是江爷爷的命，当然不能给他们碰，除非它是福宝。这2天里，江爷爷又去采摘了自己农场里面的黄瓜，突然发现不管什么菜在江爷爷这里都可以像泡菜一样腌制一下，这个泡菜调料真是万能调料。除了这个，江爷爷还给自己来了一个拍黄瓜，看来拍黄瓜这道菜是没有国界的。不同的是，江爷爷拍黄瓜不是用刀，而是用棒槌。江爷爷在这次随笔中讲到，黄瓜就是自己小时候没有零食时最好的零食，在田里直接从瓜藤上摘下来，在裤子上擦一擦，然后咬上一口，这个感觉仿佛全世界都是自己的。江爷爷还表示，在韩国很多爬山的人为了方便携带以及缓解爬山时的口渴，他们会选择带上几根黄瓜，吃完就没有了，不会像水杯一样喝完水还需要继续拿着水杯前进。江爷爷表示，黄瓜的生长速度很快，前几天看还很小，想着过一阵让它再成长一下，但不知不觉中就收获迟了，黄瓜就老了。江爷爷还听朋友说过关于黄瓜的一个神奇妙用，将洗干净的黄瓜放到冰箱里冷藏，等喝完酒的第2天空腹吃上一根，还可以用来解酒。当然这一点只是江爷爷听说，而江爷爷对于黄瓜的喜欢程度已经到了连自己浴室中的香皂都是黄瓜气味的。江爷爷表示，黄瓜是一种谦逊的植物，开的花虽然不会特别的漂亮，但那朵朵盛开的星星模样的黄花却也能让人停下驻足。黄瓜虽然谦逊，但也想要得到认可和喜爱。老宋头这里今天在室外园区看着小树上的晾台，又研究上了。每次老宋头眉头一皱，园区下周就会出现新的问题。而此时室内园区的瑞宝辉宝又在吵着去室外园区了。自从瑞宝辉宝能去室外园区后，爱宝这里感觉带娃真是越来越累了。以前姐妹俩没去过室外园区还能糊弄糊弄，现在不行了。现在瑞宝辉宝说室外园区也有他们的一份。不过对于姐妹俩下班回家的工作，还得让爷爷们来。爱宝今天一到下班点就回家了，提前比姐妹俩回去一会儿，也能独自享受一会儿清静。而姐妹俩则在园区根本不想回去，江爷爷只能来园区理火，因为盛熙阿姨在通道门口都快哑了。江爷爷来到园区后，先是给小滑梯上的辉宝哄了下来，一旁的瑞宝坐在小树上仰头看着爷爷和妹妹。瑞宝的小心思细腻着呢，虽然瑞宝小，但瑞宝什么都懂，看到爷爷只跟妹妹玩不跟自己玩，指定是又吃醋了。不过辉宝这里从小滑梯上下来后并没有跟上爷爷，而是爬到小树上找姐姐去了。现在瑞宝辉宝下班又成问题了。
此时爱宝在室外玩完，正准备带着姐妹俩回室内，走到门口发现还少一只，又掉头走了回去。现在爱宝的任务就是给姐妹俩一只不落的全带回去。今天爱宝出门时嘱咐了姐妹俩要听自己的话，让其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松到处玩耍，什么时候不能乱跑，要紧跟着妈妈，跟着大部队。爱宝给另一只带上后掉头走了回来，辉宝让妈妈和姐姐走前面，自己负责断后。这一家三口真是越来越有画面感了。瑞宝、辉宝在室外开心的同时，两个爷爷时隔半年再次来到了望福石上，不过望的不再是福，而是瑞和辉。两个爷爷轮班，135将爷爷来，246老宋头来。姐妹俩整齐的回家后，将爷爷又偷偷来到园区，悄悄观察了一下姐妹俩。姐妹俩在室外属实玩累了，回到家后就爬到树上睡觉去了。但爱宝这里好像没有逛好，因为爱宝在室外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带娃看孩子了，自己没有得到充足的放松。爱宝又来园区来回转了数圈，爱宝转了几圈后又饿了，来到了小亭子上，给瑞宝、辉宝树上竹子抽了几根下来，给自己垫了垫肚子。这时马上就要到下班点了，所以爷爷们还没有再次来给爱宝放新竹子。爱宝吃完竹子后，很快爷爷就给通道门打开了，爱宝走回了家。这是姐妹俩第一次独自去室外。爱宝回去后，将爷爷等不及的来到了园区，给姐妹俩检查身体，看看姐妹俩有没有在室外园区受伤。此时小滑梯上的辉宝心里对室外园区还是念念不忘的。辉宝看到爷爷走后，又想悄悄溜去室外园区，但通道门没开，加上门口比较黑，路都没走到头，辉宝就害怕的溜了回来。瑞宝这连续2天主动下班，都让老宋头有点不适应了。瑞宝这在通道门口站起来四处观察的样子，分明就是个小孩嘛，这让一旁的爱宝都看恍惚了，心想瑞宝怎么跟奶爸们一样2条腿走路了。今天下班点到了时，爱宝听到了外面引导员姨姨疏散游客的声音，一下子就坐了起来，然后分别看向了通道门口和奶爸门口。这时爱宝看到调皮的瑞宝在自己身后爬树的模样，这不让自己省心的样子，让爱宝更坚定了自己想回家的心。爱宝给瑞宝从树上喊了下来，然后便走下了小亭子。被喊下树的瑞宝没事干了，只能去给爱宝添乱。爱宝走到通道门口，喊奶爸给自己开门时，瑞宝像疯了一样在园区四处跑跳，释放着自己最后的那点体力。爱宝喊一声就回到自己的通道门口看看，喊一声就回自己的通道门口看看。爱宝来来回回看了2次，爱宝的样子让瑞宝都为此感到着急了。瑞宝直接在通道门口站了起来，心想这怎么回事儿？自己好不容易想主动下个班了，老宋头这里怎么还掉链子了？急得瑞宝又围着园区跑了一圈，等再回来时，通道门便打开了。瑞宝挤到妈妈身前，想要做第一只回家的大熊猫。而与此同时，辉宝这里还在树上呼呼睡大觉。姐妹俩这时而性格一样，时而性格不同，给爷爷们带娃体验感直接拉满。难得瑞宝今天想主动下班，辉宝这里也没让爷爷和姨母催，就直接回去了。因为爷爷跟瑞宝、辉宝讲，只要姐妹俩听话，以后天天让瑞宝、辉宝去室外玩耍。今天白天，将爷爷终于给姐妹俩把那期盼已久的室外通道门打开了。玩开心的瑞宝、辉宝下午回到园区后就很听话，果然小孩子是最容易满足的。下午时，瑞宝和辉宝一左一右的陪在妈妈身边，爱宝则爬在独木桥上守着姐妹俩。一会儿，爱宝突然想吸熊了，爱宝走到了离自己最近的瑞宝身边。瑞宝察觉到妈妈过来后，下意识还用手挡了一下。爱宝对瑞宝讲：“你挡有用吗？你挡是没用的。”还没等辉宝再次开口说话，辉宝就从小亭子上掉下去了。辉宝掉下去后，瑞宝这时又爬上来了。这时候可看出有2只熊的好处了，那就是玩丢一个还有一个。这时突然通道门开了，爱宝和瑞宝神同步的起身查看。激动的瑞宝起来后，想从小亭子上翻下去。爱宝看着自己这没脑子的傻闺女，这傻行为，立马就给瑞宝拉住了，制止了瑞宝的这一举动，让瑞宝赶紧上来。提醒完瑞宝，爱宝这里就往家走了。但这时通道门又关上了，爱宝走到奶爸的门口，给奶爸敲门，瑞宝则负责守着通道门口，做收妈妈之力。通道门一打开，瑞宝就第一时间跑进去了。接着是爱宝、辉宝这里，从刚才不小心摔下小亭子后，就一直在小亭子下面躺着没有动，给姨姨们演绎着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睡一觉的心灵鸡汤。辉宝回过神来后，发现妈妈跟姐姐都走没影了，这才赶紧跟上。大小姐驾到，通通闪开！爱宝对待自己孩子喜欢的时候是真喜欢，嫌弃的时候也是真嫌弃，就是这样的爱憎分明。爱宝讨厌姐妹俩时，恨不得给姐妹俩直接摔个屁了。
亦或是直接送出去，问奶爸要不要，要的话直接拿走。以前揍福宝，好歹都给福宝头上安个理由，现在揍瑞宝辉宝，统一称为是教瑞宝辉宝防身技能，同时从小给姐妹俩施展威压，让他们分清大小王。这样姐妹俩长大后就只会害怕自己，因为以前福宝时自己单挑福宝，福宝始终都是打不过爱宝的。现在不一样了，姐妹俩团结起来，爱宝就吃不消了。所以趁姐妹俩还小，能多揍一顿就多揍一顿，以后就不一定谁揍谁了。况且姐妹俩现在就有试图反抗的苗头了，再加上现在人多了，有时姐妹俩真犯错了，爱宝还容易搞混。平时鬼点子最多的辉宝打不过妈妈，转头就打姐姐。辉宝揍瑞宝时，刚好被江爷爷看到，江爷爷来到姐妹俩身边，试图拉架。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辉宝还敢当着爷爷的面揍瑞宝，爷爷试图让瑞宝反击，眼看瑞宝文文弱弱的，江爷爷直接上手，拿着瑞宝的小手帮瑞宝揍辉宝。江爷爷一顿操作，非但没有赶走辉宝，辉宝这里反而给瑞宝咬得更狠了。这次江爷爷感觉自己是帮了倒忙，之后就没再见江爷爷主动拉架了。姐妹俩之间的事情还是让他们彼此解决吧。而爱宝喜欢瑞宝辉宝时也是真喜欢，简直像是要给瑞宝辉宝揉进自己的骨子里。姐妹俩经常讲，妈妈的爱容易让人窒息，真是爱的时候爱到底，打的时候打过瘾。